千萬別再開所謂的全球賬戶 Velo 了，它不是美國本體戶，開了之後就會被系統標記為已服務客戶，哪怕自己銷戶後再想通過遠程的方式來開，不好意思，系統會直接拒絕，你只能親身飛到美國實體網點去求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獨立離岸顧問Sean，關注我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想搞美元賬戶做資產隔離，想玩美股卻卡在上戶門檻，怕 CRS 信息交換又沒時間飛美國，別愁了，2025年最友好的美國遠程開戶，看這裡 East West Bank 非 CRS， 低門檻，在家穿拖鞋就能開，還能寄實體 Visa 卡。注意，我們今天講的不是好幾年前頻道裡面講過的 Velo。接下來10分鐘，我會講透它的安全性、實用性和經濟性，然後再教你避開開戶的大坑。乾貨滿滿，話不多說 ，Let's get into it。1. 安全性 ，East West Bank 可不是大家印象裡的什麼農村信用社。1973年從洛杉磯中國城的社區銀行起步，現在已經是一家總資產超過780億美元的上市銀行。在它起家的美國南加州地區，它也是最大的獨立商業銀行。更放心的是，它的存款有 FDIC 聯邦保險，每個賬戶最高賠款25萬美元。就算銀行出問題，美國政府也給你兜底。關鍵是美國沒有加入 CRS， 非美國稅務居民的賬戶信息不會自動傳回你的母國。對 CRS 敏感的朋友，這絕對是一顆定心丸。一句話總結，華美銀行合規、正規、專業、順滑，在安全性方面，我給它4.5顆星。2. 實用性。從實操層面看，我們完全不用怕非美國居民就被砍的功能。個人戶有中文網銀、中文手機 App，24小時銀行電話也能夠選中文。Visa 借記卡全球都能刷。美國境內 Zelle 零手續費秒轉。ACH 自動扣款都支持，還能夠綁定 Wise、PayPal、Venmo 等等這些第三方工具。最香的是對接美股券商，比如說嘉信理財、盈透證券、第一證券都能夠無縫銜接，入金出金的快得像是開了傳送門。所以不少美股的華人玩家都說，沒華美銀行就像沒打火機的煙民。這裡我再重點講一下個人遠程開戶的完整流程。只需準備1. 有效期6個月以上的護照原件， 2. 身份證或者駕照， 3. 個人在職證明， 4. 地址證明，比如說水電賬單、寬帶賬單、房產證等等。而像是 SSN、ITIN、美國簽證以及離岸開戶常見要求的學歷證書、個人簡歷等等，都不是必須材料。開戶流程分為3步： 1. 遞交 KYC 審查， 2. 視頻見證， 3. 賬戶開通與激活。全程輕鬆順暢，遠程即可完成。此外，我們全球人團隊獨家為大家配置的賬戶類型是 Premier Checking 高端賬戶，開通後將由流利中文的專屬客戶經理為你提供 VIP 1對1的長期專屬服務。而你以為華美銀行只對個人友好嗎？真正厲害的是，它對全球各地公司賬戶的開放度。美國大多數銀行是拒絕離岸公司開戶的，但是華美不一樣 ，BVI、開曼、香港、新加坡，甚至格魯吉亞、亞美尼亞都能開戶，跨境銀行收款、貿易付匯、海外投資都能用，而且全程支持遠程開戶。就3步，先預審資料，比如說身份證明、地址證明、公司文件等等。如果你通過我們全球人團隊來做開戶，會直接走華美銀行的專屬 VIP 通道，直達商業賬戶的開戶經理，在視頻面簽做盡職調查，不繞彎子。實體卡就直接能夠寄到你手上，賬戶歸屬地還是世界第1大在岸金融中心——美國紐約，純正的美國本土賬戶。在實用性方面，我同樣給華美銀行4.5顆星。3. 經濟性。收費問題肯定是大家都關心的。先說個人戶，個人常開的 Premier Checking 開戶最低100美元，
月費$20，但只需要滿足2個條件之一，就能夠免掉上述的費用，要麼賬戶月均餘額$2500，要麼所有存款加起來$10,000。這在美系銀行體系裡邊真的算是非常良心的，使用成本也是超低的，跨境電匯回中國內地最低$12，比國內部分銀行還要便宜。ATM 每月2次取現免費，之後每筆$1。再說公司戶，商業賬戶的月費結構會根據公司形態而略有差異。公司戶的月費不算高，但是要注意電匯成本。每月前10筆 ACH 收付是免費的，超過每筆$4，可電匯匯出單筆要有$60多。高頻打款的企業一定要算好成本，別讓手續費稀釋了企業利潤。簡單講清楚就是這個邏輯：個人用舒服，公司用專業，能用一定能用，好用也是真的好用。但是企業類的操作你得懂玩法，不然成本上的比你想象的要快。在經濟性方面，我給華美銀行4顆星。避坑指南，接下來最容易的3個坑，大家一定要記牢了。到了2025年的今天，千萬別再開所謂的全球賬戶 VELO 了，它不是美國本體戶，開了之後就會被系統標記為已服務客戶，哪怕自己銷戶後再想通過遠程的方式來開華美的本地賬戶，不好意思，系統會直接拒絕，你只能親身飛到美國實體網點去求情。更讓人想哭的是 ，VELO 不僅要$300的開戶費，還強制要求$25,000的最低存款要求，賬戶穩定性也不算優秀，包括我自家親人都收到過莫名凍結的刀子，你說氣不氣呢？第2個坑就在視頻面簽。KYC 上寫了做貿易的，就別提你要搞數字貨幣；寫了個人儲蓄，就別說幫朋友代收錢。你以為你在補充信息，其實你在自我舉報。只要不一致3個字出現，風控就會直接把你送去拒絕區。第3個坑是大陸手機號的兼容性，有時候收不到驗證碼，登錄容易掉線，驗證不穩定，最好換個美國手機號，比如說 US Mobile、PayGo、Google Voice 等等。避免關鍵步驟的卡殼。所以你看啊，華美銀行確實是目前全世界對非美國居民最友好的銀行之一。但友好不等於無腦，它有邊界、有規則、有風控、有合規的紅線。只要你理解這些規則，規避這些坑，整個過程就會非常的順滑。如果你不知道這些門道，一腳踩空，你不僅開不了賬戶，還可能把未來開戶的機會全部堵死。現在啊，全球開戶的門檻越來越高，香港、新加坡說收緊就收緊，華美銀行的美國本土賬戶卻還能夠支持遠程開，非 CRS， 功能全，個人用着舒服，公司用着專業，真的是難得的黃金通道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銀行政策窗口期隨時可能關，現在能開不能代表以後還能，想辦就別等。如果你想了解完整的開戶流程，準備材料清單，怎樣避開 VELO， 怎樣通過 KYC， 怎樣提高遠程開戶的成功率，也歡迎私信我們。我們會結合你的身份、用途、行業、公司架構，為你定制最安全、最穩妥的開戶路徑，讓你少踩坑、不走彎路，把這張黃金通道穩穩拿在手裡。也歡迎諮詢我們，我們期待和您一起開啟新世界。順手牽羊，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，我是Sean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